他是外媒最想封杀的中国偶像，一边赚着外国人的钱，一边却用最脏的话怒骂外媒的硬核顶流。There's so much fucking media talking about bullshit. It's not media, fucking media. 当所有人都嘲笑他自毁前程时，他又转身把5星红旗披在身上，硬生生砸碎了欧美音乐的傲慢壁垒，成为史上首位让央视亲自下场发文注意人身安全的歌手。本期为你分享王嘉尔。1994年，王嘉尔出生在中国香港的名门世家，父亲王瑞基是被誉为亚洲第一剑的击剑队总教练，母亲周萍更是曾为国争光的体操队名将。得天独厚的家庭环境让王嘉尔的人生一路开挂，年仅12岁就斩获全运会金牌，19岁便手握伦敦奥运会参赛资格与斯坦福大学录取通知书。在所有人眼里，他的人生已经写好了标准答案。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却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放弃一切远赴韩国当一名普通的练习生。父亲得知后勃然大怒，在他看来这无异于自毁前程，于是为了让儿子知难而退，便抛出了一个近乎不可能的条件，要求王嘉爾只要拿下亞青賽的冠軍，就簽字放他走。我打到啊，佢話咁你亞洲攞金牌我就俾你去啊！嗰時係香港男配，即係冇人攞過冠軍嘅，冇可能嘅事。即係其實佢呢句話就等同我講話，我唔俾你去。最終王嘉爾憑着不服輸的韌勁，成功斬獲金牌，將過去所有的榮譽全部清零，只身一人去了首爾。這一刻，曾經萬眾矚目的亞洲冠軍淪為了連韓語都不會說的零基礎練習生。他不知道這條路是光明還是深淵，但他知道不去闖一次，這輩子都會遺憾。韓國練習生的競爭殘酷至極，身邊的人像流水一樣更替，稍有鬆懈就會被掃地出門。而且他17歲的年齡，在平均12、13歲入行的韓國練習生體系裡已算高齡，再加上語言不通又毫無唱跳基礎，讓他顯得格格不入。但多年擊劍運動打磨出的好勝心，讓他把訓練量加到別人的數倍，每天熬到凌晨5點才肯離開練習室。沒辦法，只能苦練。人家做10個，我做100個，我才能追得過他們。最終經過2年半暗無天日的打磨，他從一張白紙練到唱跳全能，並在2014年以 GOT7 成員身份正式出道。然而在毫無背景的韓團體系裡，他既不是主唱也不是主舞，鏡頭寥寥，毫無存在感。意識到在韓發展空間有限，2015年王嘉爾開始回國尋找機會。為了站穩腳跟，他放下身段與包袱，轉型深耕綜藝領域。搭檔何炅主持拜託了冰箱。節目中他憑借一口反差感拉滿的塑料普通話和直率又搞笑的性格圈粉無數，成了大眾眼中的綜藝開心果。然而站在流量的頂峰，他卻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因為這種生活離他的音樂夢想越來越遠，所有人都只願意為他的搞笑買單，而他精心創作的歌曲卻沒人關注。綜藝咖3個字像一道枷鎖，牢牢困住了他。你知道為什麼我一開始一直戴帽子？哦，對，有一段時間我看你經常出來表演就要戴着帽子，是因為我想遮住自己的臉，因為我的臉人家一看我啊，他不是那個綜藝咖嗎？我想遮住自己，你看我的音樂，你看我的舞台，我會更拼命的。諷刺的是，當初國內觀眾覺得他只會說段子，沒什麼真本事，幾年後反而是海外的觀眾見識到了他的舞台實力。2017年一首 Pipeline 強勢登頂多國 iTunes 榜單前列，標誌性的煙嗓和充滿力量的歌詞的綜藝形象形成極致反差，所有人都不敢相信，原來那個只會搞笑的王嘉爾做起音樂來居然這麼有態度。緊接着 Walk a Different Game 接連推出，他用一首原創作品一點點敲碎外界的偏見。也是這一年，他憑借在內娛積累的人脈與資源，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Team Wang，正式走上獨立音樂人的道路。徹底拿回話語權後，他沒有留在國內吃流量紅利，反而帶着團隊一頭扎進了歐美市場，要讓華語音樂走出國門。彼時的歐美樂壇長期被固定曲風壟斷，充斥着浮誇張揚的說唱內容。王嘉爾的出現為歐美樂壇注入了全新的東方力量，他用外國人聽得懂的方式講述東方故事，把中國文化悄悄藏進旋律和舞台裡。尤其是他稜角分明的東方骨相，極致自律的完美身材，讓他迅速在海外出卷，成為史上首位登上科切拉主舞台的中國歌手。舞台之上，他肆意揮灑魅力，炸翻全場，征服無數海內外觀眾。更難得的是，王嘉爾走到哪裡就把中國的正面形象帶到哪裡，不像其他海外華裔歌手為了融入西方市場，刻意模糊自己的中國身份。I'm from China, Korean singer. You're a Korean singer. 反觀王嘉爾，無論台下做的事哪過觀眾，他的自我介紹的第一句永遠是 What's up, everyone? I'm Jackson Wang from China. What's up? This is Jackson Wang from China. Jackson Wang from China. 海外演出遇到粉絲遞上5星紅旗，他會毫不猶豫地披在身上，始終以中國人的身份為榮，即便身陷險境，
他也绝不退缩。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许多香港艺人选择沉默，明哲保身，王嘉尔却公开表态爱国爱港，反对暴力。港独分子因不满他的爱国立场，便恶意曝光了王嘉尔的私人住址与行程，甚至扬言要用暴力逼迫他妥协。就在全网为他的安全救心时，央视新闻公开发文：王嘉尔请注意安全。短短7个字是国家层面的撑腰，也是对他爱国立场的最高肯定。2023年伦敦演唱会现场，面对西方媒体故意抹黑中国，身处海外的王嘉尔也丝毫不畏惧，直接现场硬刚，霸气维护祖国尊严。 There's so much media talking about bullshit. It's not my time. Propaganda bullshit. You travel to China one time. You feel like, damn, this is a dull age. 现场视频传回国内后，全网沸腾，无数网友为之点赞，但也有些黑粉质疑他立人设，假装爱国博取流量。所谓的人设就是我是要假装嘛，那不就变成演戏了吗？对，我会觉得你演也可以，除非你能演一辈子。然而外界的流言蜚语尚可忍受，团队的理念分歧却是漫长又挥之不去的煎熬。再加上好友捐款跑路的双重打击，让他在2023年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为了逃避痛苦，他经常用酒精麻痹自己，甚至产生過輕生嘅念頭。我乜嘢都唔想做，好似覺得我自己都唔知自己係邊個。譬如話負能量嗰啲，我係諗過真係我唔想再活落去啦。但好在骨子里的堅韌讓他不願沉淪，他開始主動自救，看心理醫生。最終在家人的陪伴與支撐下，王嘉爾一點點走出陰霾，帶着滿身傷痕重新站了起來。別人做偶像靠包裝靠資本鋪路，而王嘉爾的路是靠自己一拳一拳打出來的。從擊劍場到練習室，再到全世界，他親手打碎了自己的精英人生，完成了一生兩夢的傳奇。人生最大的底牌，從來不是顯赫的家世，而是那份敢於推倒重來的勇氣。哪怕曾跌入深淵，只要骨子裡那股不服輸的倔還在，就一定能撕開黑夜，迎來屬於自己的光。